虚竹为什么不找乔峰父子报仇？明明是萧远山间接害死了他的父母。其实这并不是虚竹懦弱或者薄情，而是他勘破执念，放下仇恨的结果。第一玄慈夫妇的死根源不全在萧远山，他只是当众揭穿玄慈的丑闻，并没有直接出手击杀玄慈。一切悲剧的源头就是慕容博，要不是他当年假传消息欺骗玄慈他们，萧远山一家也不会家破人亡。整件事虚竹都在现场看得明明白白，他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人。虚竹分得清始作俑者和间接加害的关系。再说玄慈本为少林方丈，是他破了戒生下了虚竹，这20年来他始终不敢坦白，活在煎熬中。现在萧远山揭穿他，反而帮他解脱了，他自愿接受杖责，坦然作画。虚竹其实也是懂他爹内心的选择。叶二娘也是因为孩子被抢后，导致他思念成疾，四处偷盗别人的婴孩，这让他造下了许多业障。现在自刎殉情，也算是因果业报。第二，虚竹与父母几乎没有养育恩情，他尚在襁褓之中时就被萧远山掳走，丢在少林寺菜园。20多年间，他都是以孤儿的身份长大，对于父母他确实没有多大的概念。在少室山与父母相认也不过片刻时间，双亲就相继离去，这导致他报仇的情感基础非常薄弱。此时此刻，他更多的是感叹命运的不公，而非不顾一切报仇的执念。第三，他和乔峰已经义结金兰，这件事发生在与父母相认之前。今日在天下众英雄面前，我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义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三人又经过了几场大战，可以说兄弟情谊已经爆棚。他明白整件事乔峰并没有参与，其实乔峰也是个可怜人，不能把他父亲的过错归于乔峰身上。再说事情揭露后，乔峰并没有帮父亲洗白，而是在天下群雄面前勇于担责，这份磊落也让虚竹不忍拔刀相向。再说虚竹从小就浸染佛门思想，他天生性格善良大度，在书中他一生都在宽恕他人，比如面对多次伤害自己的丁春秋，即便把他打败了，他也不忍心痛下杀手，而是把他交给少林处置。正是这种心性让他与寻常江湖侠客不同，寻常江湖侠客想的是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，虚竹更在意的是化解仇怨，而不是让仇恨继续蔓延。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只有放下才能得到解脱。就像《天龙八部》中好多人物就是放不下仇恨执念，让自己一生都活在悲剧中。如慕容父子一生执着于复兴大燕，最后落得一场空；尤坦之一生执着于阿紫，最后落得眼瞎身死；萧远山一生执着于为妻儿复仇，30年来一直被仇恨折磨。所以其实虚竹早就看透了，如果他执着于向乔峰父子复仇，那么就会和他们一样活在仇恨里。他不想更不愿。其实金庸先生写虚竹此人，就是想让他勘破执念，不要被仇恨吞噬。这也印证了《天龙八部全书》的内核：世间诸般孽缘，冤冤相报，无始无终，唯有放下才得解脱。